我是张宁宁，我来自清华大学，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我的专业是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本科毕业于清华的新闻传播学院，也拿到了一个英语的双学位。我是一个对表达特别执着的人，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很多人都可以说，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表达。主持人的底色更应该是真诚的讲述，我愿意成为最真诚的讲述者。你好，冷酷小姑。谢谢老师。因为我也刷到过好多次你的小红书。我是清华大学的冷酷小姑，高能量清华女大，高能量清华女大，高能量清华女大，在清华当毕业 MV 女主角，在清华独家的清华，在清华主持校庆晚会，太荣幸了。宁宁挺适合来东方卫视经历一下的，因为她很在意表达这两个字，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江苏前10名，开玩笑，无锡第1名哦。总之他们真的很棒，我觉得。哦，这个也是一个硕士孩子。哇，民族53级，天哪！我叫庞征，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我是从湖南省的播音联考第1名，到上戏本科录取的第1名，再到研究生笔试面试的第1名。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我来这里，我想做一个争字，力争上游，蒸蒸有声。我看你做带货主播挺多的是吧？对，我近几年来都在做带货主播，因为我们家都是普通的职工。因为我没有办法回老家去帮忙，所以我就想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我就走出校园，然后开始赚钱。所以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方式，在经济上不仅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还能够帮助到家里人，我觉得还挺棒的。主持是我从小的梦想，如果说有节目录制的工作机会和这个冲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主持。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感觉生活经历更丰富一些，不是一个在温室长大的一个孩子。下一个，这孩子说脱口秀的，演员，即兴喜剧600余场，还真的是脱口秀吴磊。我刚一看照片，我也觉得有点像。对。Hello， 你好，老师好，辛苦了，辛苦了。你等了很久了吧？刚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不愧是说脱口秀的。大家好，我叫刘奎，然后今年23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播音主持本科，去年刚刚毕业。我现在是一名从业3年的单口喜剧演员。我大学期间也一直在从事传媒主持这个行业，在浙江广电、北京广电等等这些电视台有幸获得了一些奖项。只不过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单口喜剧是我去凿开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对于播音主持有一个新的视角去解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所以说我选择了单口喜剧去同步发展我的播音主持。在此之前，我学这个专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全家都干这行，对。我家里我妈是个主持人，我哥之前是个记者，然后我的大娘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解说，然后我是他们的家人，我就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而且干脱口秀嘛，也知道活不是特别多，所以严格来说，我是一个全职的儿子，就没有特别多的工作。确实很帅。就像你自己都写了脱口秀吴磊我怕有粉丝，因为我在线下也会叠个甲，我说他们说的，说我是有人说我像脱口秀吴磊。我看你的经历，现在是脱口秀演员，然后之前还在类似于其他机构做过艺考培训的老师。我前一段也看到过你参加了其他的带货主播的节目，对，就是怎么又想到来做主持人呢？就是从我的感觉来讲，看你的简历，我们正向理解是你在始终寻找自己最好的状态，但如果从负向理解，我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心不定，他一直在变化，所以你到底是哪种状态？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定性的人，但是我觉得人总该坚持点什么。我不管是我家庭，还是说我个人喜欢表达，在过去的25年里，主持人从来不是我想去推开的一件事情。其实之前也有直播带货公司让我1年排很多个小时，但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的：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1个月的精力全投注在这几10个小时里面，我人会木，我会失去思考的时间跟空间。
我不管是创作还是当主持人，我需要生活，我需要沉下心，我需要去上台。我总该坚持点我想坚持的，所以说我拒绝了很多能够去赚快钱的机会，并且23岁我觉得快钱赚不完的，但是时间是宝贵的，心气儿是宝贵的，这是我目前虽然经济条件非常一般，但是仍然很快乐的原因。我觉得你非常棒。谢谢老师。首先，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能够审时度势，就我先活下来，先养活自己。对。但是，一旦我能够温饱之后，我有一些坚持，我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底线，我不会去逾越它的。就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很有风格，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你倾诉。对，它整体都在扑向你的感觉，舞台感很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有点心疼他。我其实非常心疼他。只有他和庞征是要纠结于自己的梦想、热爱和生活的，只有他们两个。柔奎，你看他那么多的经验，那么多的经历，就是还是一直在找自己的方向呢，就感觉一直在找那道属于他的光，还没找到。又是一个高手来了。这是那第1名吧？国家奖学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奖学金。他是保研第1名。哦，师傅好，哎，你好。个子都这么高呢？你多高啊？我1.7米。老师，这是我的补充资料。哦，谢谢。把成绩单都给印来了。对，各位老师们好，我叫李雨佳，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去年以绩点和综合成绩第1的成绩进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白杨班学习国际传播。你就是传说中的第1名是吧？因为刚才我们你的一个同学说了，对，我们已经认识了第2名。哦，是吗？对，我是那个传说中的第1名。然后我在本科阶段我也获得过像国家奖学金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奖学金。其实，在课余之外，我还努力把自己推出去，因为我在2022年担任了冬奥会花样滑冰项目的英文宣告员，还担任了2023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双语播报员。我还主持了2025年的中国留学生网络春晚。健康快乐，勇敢去闯。可以说是跟海外的学子一起过了一个线上年。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不仅要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一定的认识和认知，同样也要对节目的创作流程以及不同平台的风格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我前往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电视台和人民网这几个地方实习，然后我也分别担任了像实习导演、实习记者和实习主播这3个不同的身份，也是深刻的参与到了一档节目的采编播的全流程，也有了单平台播放量10万加，一个账号内点赞量最多这样的成绩。那最后我其实想以我的名字来谈一谈我的职业理想吧。我的父母给我起名叫雨佳，是希望我以雨之广博胸襟和佳之美好言行来成长立人。那我觉得这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自己的一个职业道路的选择。所以在将来，我想成为一名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也具有融媒体思路的一个新传媒人。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我看你的简历是满分简历哈，闪闪发光。然后从小长大，感觉就是一直是被宠爱，然后被赞美的孩子。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其实老师们现在拿到的是我精心准备的简历嘛，就比如说它里面可能有20件事情是成功的，那就有100件事情是我尝试过的。我在毕业那一年，除了保研之外，我也去尝试投递了很多地方的简历，但是最后拿到自己手上的 offer 其实只有1家。就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怀疑我自己，我说我拿着我自己认为很骄傲的简历，准备了很精美的材料，我去递给很多地方，但是很多地方都跟我吃了闭门羹。其实我会想啊，我说作为一个科班主持人，我足够好吗？或者说，我到底还需要怎么改？就陷入一个瓶颈期。所以之后我就选择了保研深造，我选择换一个专业，然后尝试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在这个新的专业里面去发掘一些新的事情，我能不能走一个岔路口，而不是说我只会干在台前坐着主持这一件事情。对，
所以在学校的第一名和到社会上还是一个新鲜人，需要被人去对，就是要不断的被考察那种感觉，它是会有个落差的。我是觉得这个落差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老师。在你有落差的那个时候，心理状态会变得很纠结、很焦虑吗？当然会，首先是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焦虑，因为我知道我研究生2年之后还是要面临就业，那我在2年之后该怎么办？我不可能一直躲下去，所以我就在这几年里面一直不断的去尝试。老师们看到我能拿到第1的成绩，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敢要的人。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到我这儿来，我就去争取；如果它到我手上，我一定不会让它放走。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那为什么今天来东方卫视这个 offer 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呢？东方卫视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它就是各种努力和机缘巧合的一个结果的呈现。我也有能力，我也有信心，能在这一次1个月的实习里面最终拿到 offer。加油，信心满满。谢谢各位老师。这也是第一个敢于说自己最后能够拿到 offer 的人。特别好，不愧是第1名。想要就说出来，不用遮遮掩掩。谢谢老师。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挺争强好胜的女孩，一定是的，就是努力要做第1名。但你知道，在学校其实做第1名这件事情是相对简单的，因为第1名它就在那儿，你只要超过班里的其他同学你就做到了。是。但进了社会要做第1名就很难了。就是我很想知道你现在对自己的特别满意的一个状态和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满意的状态是我能够有一档自己的节目，就是无论是以自己的名字冠名，还是说我是这个节目的常驻主持人，我觉得我得有我自己思想和内容进去的一档节目，而不只是给我稿件，我来读，我来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档节目，但它不是我的一档节目。也就像老师说的，我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女孩，比较较真儿，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跟自己较真儿要强，这些过程才累积有了现在我自己一个成绩，或者说一个个人性格的呈现。我是一个自己整自己的人。我觉得好胜是一个好的词儿，野心也是一个好的词儿。而且你的这个理想吧，我也特别能理解。鲁豫有约，我要有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也很想啊，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节目。对，加油，信心满满。谢谢各位老师。不是，我觉得太优秀了，就是六边形战士就是你这一坐说2句可以了，要是平时面试的话就可以了，你来吧，来实习吧，就不用问什么了。我也觉得是，真的。好，我们下一个。哇，这变成一本书了。天哪，以后不能让他们这样了。我这样子卷的话，我觉得对他们也来说也是负担。原来我们老师上课讲过一次怎么写简历，不能超过1张A4纸。我其实蛮能理解的，就是每个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加深印象嘛，impress 大家。不，但是你知道，看简历的人的感官是一样的。对，还是在最简单的东西里把最重要的拿出来，你的优势、核心竞争力。他已经是广东卫视的了。对。